我们就是要专注于一件事情，而不是陈年旧事。我们要专注问题本身，而不是那个人。我们要针对他的行为，而不是他的动机。嗨，大家好，我是静清，是马来西亚学员传道会的同工。我相信很多人都非常看重关系，那在与人建立的关系的过程中，又难免会与人产生冲突。那在发生这些冲突的时候，我们应该要如何应对跟处理呢？今天我们很荣幸邀请到温宜彬博士，他毕业于美国华信国际大学，主修策略领导。他会来与我们谈谈什么是冲突，以及我们要如何去应对跟解决这些冲突。所以大家记得留守到最后，因为后面会有一些实际的步骤来帮助我们如何去解决跟面对冲突，所以记得哦。大家好，我叫温宜彬，目前在学员传道会服侍。我们我跟我先生有3个成年的孩子。那我们对于婚前辅导有很大的负担。自从我们结婚以来，我们就进行了家庭的这个婚前辅导，至今已经有差不多26年了。那除了这个家庭服侍之外，我们也陪伴一些的人成长。我们是希望透过我们的夫妻生活、家庭生活，甚至我们的服侍，能够祝福其他更多的家庭，能够见证上帝的美好，经历上帝对家庭的爱。您觉得什么是冲突呢？冲突它其实是涉及到2个互相依赖的个体就是之间所产生在价值观或者是利益之间的一个冲突。所谓的相互依存的个体，它是英文叫 interdependent， 意思是说这2个个体它不是独立的，因为独立的话它们就不会产生冲突。所以 interdependent 的话，他们的 interdependent 的关系里面可能是夫妻关系、亲子关系或者是工作的关系等等。这2个个体他们在经营一些事情的时候，因为在价值观或者是处事方式或者是其他的因素而产生摩擦，而这个摩擦让他们没有办法继续下去，或者是他们之间没有平安，所以这个就是所谓的冲突。对我来说，那为什么我们会与人发生冲突？其实刚刚所提到的这个摩擦它是正常的，可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其中的一个个体他会觉得这个摩擦导致他们没有平安，或者是他们没有办法继续下去的时候，产生了其中的一个个体产生的一种的感受，比如说他会觉得他的权益被侵犯，所以他受伤了，所以他想要反击，或者他的期待没有达到，所以他要控制这个场面，所以这样的话就产生了这个冲突的这样的一个因素在里面。与人发生冲突时，我们应该要如何面对？那我们的态度又该如何呢？当提到这个的时候呢，我们需要了解冲突的根源是什么。其实冲突产生的时候很自然的，我们都会产生一种叫自我中心的一个反应，意思是说，可能我们会 self defense， 那个 self defense system 就产生自我防卫，然后我们就会问，为什么你这样子？为什么我不能够得到这些东西？就是一个自我中心的态度的想的时候，就会产生这样的冲突。那其实如果真正当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心态的时候呢，我们的对话就会是比较 threatening 的威胁性的。但是一个所谓的成功的对话呢，就是我们如果能够学习用一个理解的态度来去面对这些摩擦的产生的时候呢，用一个比较怜悯的心来听对方的时候呢，这个就会产生一种的契合，能够继续去面对这个所谓的冲突的产生。所以我们都知道，冲突它其实是2个人才会有冲突的。所以当真正问题冲突发生的时候呢，我觉得如果真的是要解决的话，是要从我开始。因为如果我一味的想到说我要解决他的问题的话，那个是没完没了的。为什么呢？因为如果对方不想要解决，或者是他不觉得是他的问题，我是做不到什么事情的。所以通常当我说如果我们要解决冲突的时候，其实是要从我开始，就是
比如说我们有一个成语，他说退一步海阔天空，有没有？但是这一句话通常他们的理解就是说，哎，为什么我要退一步？为什么我要去忍呢？但是对我来说，这个退一步海阔天空的意思，它不是去忍，而是给我自己空间。当我退下来的时候呢，给我自己空间，我去看看我的状况，检查一下我的心态是怎么样的。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感受？为什么我会有想要反击这样的一个自我检查的一个状态里面？好，所以，我会觉得说，如果解决冲突的时候呢，比较正确的态度就是从我开始，我愿意去用一个正面的态度，委身去解决这个问题。这样的话，他就比较能够去顺利的去处理这样的状况。圣经里面有一段话，雅各书3章17、18节，唯独从上头来的智慧，先是清洁，后是和平、温良、柔顺，满有怜悯和美善的果子，没有偏私，没有虚伪，正义的果实，是为促进和平的人用和平栽种出来的。所以，从这个圣经的角度来看，你会看到说，就是当我们愿意用一个和平的态度去面对问题的时候呢，它就会带出来一个对的果子，正义的果子，在英文里面叫 righteous， 对的结果哈。所以我记得我在过去曾经上过一个课程哈，他讲到对话的时候，它是有一个机制叫 mirroring，mirror 就是镜子的意思 mirroring。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在对话的时候哈，对方会不知不觉 mirror 我们的东西，比如说我的语气、我的态度。所以如果我的态度是一个很攻击性的话哈，对方会反应的，他会 mirror 我的动作来回应的。所以如果我的态度是谦和，我愿意去解决问题的时候呢，那对方也是会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回应我们的。所以呢，解决冲突，我刚刚说必须是从我自己先开始，我是有什么样的态度去面对，那么对方看到的时候呢，他就会这样的回应。所以解决冲突它的最终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达成共识，就是希望我们两个人 understand 明白对方，明白彼此，然后呢，我们最终的目的就是达成共识，然后呢，我们达成一个共同的方案，我们怎么去处理我们所面对这个冲突。刚才您提及解决冲突必须从我开始，那是否有一些实际的步骤和例子可以建议大家一起实践的吗？实际的步骤就是，首先我刚刚说，我们需要检查我们自己的动机，我们要了解自己到底我在这件事情上面我想要什么，我想要看到什么结果，我希望我们的关系怎么样，会达成什么样的一个协议，就我们需要检查自己这一部分。接下来就是我们的 approach， 我们怎么去接触对方。当我们去接触对方，跟他谈话的时候呢，我们就是要专注于一件事情，而不是陈年旧事。我们要专注问题本身，而不是那个人。我们要针对他的行为，而不是他的动机。然后我们要具体，不要太笼统。然后呢，我们也要就是清楚的表达我们要的事情是什么，而不是去控告对方他的一个品格等等哈。最后我们就要去谈我们想要看到什么样的结果，就很清楚的写下来，我们要达成什么结果，我们怎么样去做，我们什么时候完成。记住哈，这个事情我们都需要把它写下来 documented， 因为如果我们只是口头上讲的话，过后会有许多的一种的疑问啊、冲突等等，所以能够把这些的过程，我们所要达成的目标，我们要做的事情什么时候完成，能够把它写下来的话是比较理想的。然后呢，最后还是需要有一个跟进，就是说，当事情写下来之后呢，在过程当中一直去跟进，看两个人有没有照着所说的去进行。这样的话就能够比较很实际的去减少误会跟冲突。我记得我曾经办过一个全国性的这个活动哈，我们所有的同事都要参加。那其中的一个队长就是team leader 啦哈，他就不能来。那按照这个队长的一般作风他就是不太需要交代的，因为我们都知道他在做什么，说他不需要交代，所以他不能来也 OK 的这样。可是呢，因为我听到一些的留言，对于这个队长的不满，
感觉上说，为什么他可以这样子做，可以那样子做，我们不可以这样子。所以这件事情对我来说就有一些冲突了，就是我到底要让他这样子呢，还是我要解决这个问题这样？所以后来我就决定我解决这个问题。然后我的态度是什么呢？我的动机是什么呢？第一，我想保护这个同工，这个同事哈。然后第二，我也希望其他的同事他不会 take me for granted， 就说他可以这样，那他们也可以这样，那我就很难做事情了，对不对？所以我的动机是希望可以保护对方，然后也让事情能够顺利的进行，而不会有很多的其他的突发事件这样子。所以我希望能够维持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局面了哈。所以于是我就决定解决这个冲突这样。那我怎么做呢？我就写信给对方，我跟他说，我希望你能够写一封信哈，就是说明你的理由，为什么你不能来这样子。然后对我来说，这个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因为他是一个 leader 嘛，这样我这样子叫他写这封信，好像我很我觉得我有点为难，但是我还是写了。我希望你能够写这封信，然后呢，我也把我的动机告诉他，其实我是想保护你，我不想别人批评你这样子。所以我把动机告诉他的时候，他就答应这样子做。所以我也清楚的告诉他，你把这封信写给我之后呢，我会把它收起来，然后至少当别人问我的时候，我可以交代清楚这样子。所以这个就解决了这个局面。所以我就很清楚告诉他可以做什么这样子。说之后呢，他就把这个信写了给我这样子，然后我就我觉得这件事情就这样顺利解决了这样。但是我并没有停止在这里。当他写信给我之后呢，我还写信给他，我跟他说谢谢你写了这封信，表达我对他的一个 respect 还有感谢，因为他合作嘛，所以这个是之后的跟进，所以这件事情就这样圆满的结束了哈。所以我讲的这个例子听起来好像很简单，好像没有什么大问题嘛，但是其实我刚刚所说的原则，它其实可以用在很多其他的事情上面，所以你不一定每一个都要做到哈，但是至少你按照这样的原则去检查的话哈，这样的 approach 去进行的话，我觉得它就是可以带出不一样的果效，至少可以去缓和那种的冲突等等，然后达成共识，并且知道我们怎么样去进行去解决我们所面对的冲突还有问题。谢谢宜宾博士抽出这段宝贵的时间来与我们分享在面对冲突时的一些的原则和实际步骤，以此我们可以缓和与人之间的冲突，带来一个不一样的果效。最后，听说您最近出版了一本新书，是您博士论文的简易版，也是您毕生的心血，可以向大家更多的介绍这本书吗？是的，我自从写了《妈妈，我们来谈谈》这本书之后呢，我写了我的第二本书，叫《朋友，我们来谈谈》。这本书呢，其实是我一生的心血哈，就是当我在陪伴人的过程当中，我写的我的一些的经历，甚至是一些的很实际的个案，他们怎么被帮助哈。那这本书为什么我会写这本书呢？因为我在陪伴人的过程当中，我有很深的感触，就是许多的人他们在面对问题的时候，他们不知道去找谁，甚至有些人他们不敢去找辅导，因为他们觉得找辅导很丢脸哈，或者是甚至另外一方面有许多的辅导员，他们也觉得负担不来，太多的需要，他们做不来哈。所以你看这两个极端，就是有这个现象的存在。所以当我看到这样的现象的时候，我心里面有一个很大的负担，是我希望能够帮助那些 lay people 和一般的人，当他们在面对问题的时候，他们可以实际的找到一些帮助自己的成长步骤跟模式。然后呢，他们自己走过了这些的模式这个过程之后呢，他们可以用自己的经历去陪伴有同样经历的人。这个就是我的想法，我的心意哈。甚至是我觉得这本书也适合那些想要陪伴人的这个读者哈。他如果想要去陪伴人的时候，这里边就有很实际的步骤，你怎么去帮助一个人走过那些步骤，甚至是在最后的这本书的最后面，他也会有分享很多给那些陪伴者所需要知道的事情。所以你有兴趣的话哈，你可以联络以下的网址哈，你可以联络我。这本书一本35零基哈，如果有兴趣的话，你可以点击以下的链接，就可以找到我们，也可以知道详情。谢谢。如果你喜欢我们刚才的信息分享，请按赞或与你的朋友分享。如果你想要查阅更多的内容，请订阅我们的 YouTube 频道或在这里按回之前的视频。谢谢你的观赏，再见。